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3号星期六，周末了啊！今天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咱们还是有一个直播，所以今天早晨呢，就稍微简单一点。今天咱们回几条评论，早上起来。明天下午回北京。飞机好像是6点落地，6点多一点，看快不快。如果在机场快的话，就回家吃饭；如果不快，就只能在大兴机场吃饭了。今天又把奥松我Pocket 3拿出来了。这时间真快，马上就过年了，好像就是下周末，对吧？这周回去忙碌的一周。然后先简单预告一下啊，礼拜一，哎呀，礼拜一就是后天了，好近啊！礼拜一早晨去故宫跑步，我估计我可能得6点多出门，因为可能早了，一是有点冷，二是太黑了，还有就是可能让家属找我去，完事儿在周围吃个早餐。我估计就在故宫绕圈了。我家离故宫很近，可能3公里，也许都没有。从东四十条到故宫有多远？可能也就是3公里。哎呀，好期待能在自行车道上跑步。像这种路跑起来没有北欧路舒服。但是周一应该是这样，周一上午去闭麦，就那做鞋的闭麦，朝阳公园小怪兽的那个点儿，然后去他们那儿拜访，所以周一会晚发视频，应该要到下午。上午跑完步吃完饭我们就去，然后拜访完之后呢，中午饭的时候可以一边午餐一边剪辑。哎呀，午餐吃什么呢？有可能去安妮，也有可能鲜皮吧，还没想好。因为我那天看他们群发，鲜皮吧好像现在每周一晚上汉堡是买1送1，但是我吃不动汉堡啊，还不知道。所以北京见吧。回京路上我也跟家属说了，我说拍一拍，回去剪一剪发一发。今天咱们回评论，那一会儿刚才咱们看了看大阪的街景，是不是？再看到就10多天之后了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看这个。来过日本的大家应该都见过这种通缉，这人好像出现了，说逃了50多年，然后说是患了癌症，在一个医院里。我没太仔细看，好像是说是希望以自己的真名离开这个世界。那个人现在好像已经去世了。就在这件事儿，他说是他之后的4天就去世了。今天早上看了个标题，说去那个人家里去核对 DNA 什么的，具体的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。我在这个社会，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在这儿50年隐姓埋名，感觉不可思议。虽然这个地儿没有什么，几乎没有摄像头，但是呢。这儿其实和新加坡很像，就是你离不开政府机构的，
你不管是搬了家还是怎么样，你都得去，就所谓的咱们叫社区吧，要去登记你的新地址，各种事情，好像你离开这些寸步难行的，不知道，特别厉害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，加油干！就是这家店在大阪马拉松差不多29公里的地方，就是说那个铁道模型，还有四驱车，还有各种这种，拍的不是太，就这屏幕不清楚，是这屏幕是那种点状屏，在展示它的3楼是一个巨大的四驱车的竞速跑道，铁道模型什么的，这家店。第一位，下雪跑步有什么建议吗？倒不是怕湿，是怕滑倒。下雪跑步，我下雪也跑步，您可以在我频道里搜雪，应该就能搜到很多，还有很漂亮的北京的雪景。但是也有很艰难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大雪，然后早上起来去跑步，回来从平安大街沿着平安大街一直回到东三环，只能跑路边人行路的盲道，就特别滑。下雪是这样，如果是那种薄薄一层的小雪是挺滑的，我建议就一定得注意安全，您就千万别再想追求速度了，就每一步都落地扎实，全脚掌正上正下的落地，或者找那种有清扫的街道去跑。反倒是如果刚刚开始下的大雪，比方说后半夜下的，早上起来地上是白的，差不多到半个脚掌高那种，我其实没事儿，那种我的经验是不滑，稍微小心就行，但是别跑不熟悉的路，万一地有个坑啊什么的就崴脚了，你看不到。什么时候就不能跑了呢？咱们这个系列视频的第一期是白天录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下楼我就回家了，就下了，比方从今天下午开始下雪，一直下到明天早晨，而且雪特别大，积得特别厚，然后又开始慢慢融化，就地下是那种固体的泥，半固体，这一踩就空了。那天早上起来的雪都到脚脖子了，我就回家了。然后白天天亮了去了朝阳公园，因为天一亮，公园一工作就有人开始清扫了。一定注意安全就是了。还有一种就是刚开始下那种跑步特别带劲，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早晨特早天还没亮，你跑过路灯，或者是那种大片的雪花挂在脸上，把那感觉美妙极了。下一位5公里热身，然后跑一个8公里的4分20到4分10的巡航，感觉300全程马拉松300跟就是距离自己很遥远，一直没有进步。那我猜您这8公里跑的应该是比较的艰难，用这个配速，差不多4分。如果您能真正跑到4分15以内巡航，全程马拉松破3就没问题。就马拉松的成绩，你不能真的卡死那个平均配速，因为你肯定是要多跑一些距离的，你不可能跑最优距离。而且不管现在是双频的 GPS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只要是 GPS 的手表，大多数情况下是只会多记不会少记的，除非就是你绕那种特小的圈儿，它拟合不了。所以说你看手表的平均配速，你得再往快的加3秒，可能比较稳妥。而且您的预估成绩越慢，加的可能就得越多，越精英的小伙伴们可能加的就越少。就像我现在给自己定，如果我想跑进240，那我手表上看到的配速至少得是3分45。对于您目标破3来说，您手表上看到的配速如果是4分13，会比较稳妥。有时候进步就是很慢的，马拉松的进步是上台阶儿，它并不是说今天
练了今天就变强，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，然后慢慢就突然有一天你会感觉我变强了，真心话。所以只要您练了就别慌张，就像那天我说一样，只要我们每一天的训练都觉得是自己的努力付出，那就够了，因为再多的你也做不了什么。紧接着就是一位小伙伴也在问，觉得自己耐力还行，速度不行怎么办？如果您评判您的耐力还行，我的理解就是您可以不雕塑跑30公里，那这个时候就加强速度训练呗。速度训练就是我说的，我觉得我个人判断我自己，我是个能对自己下狠心的人。但是就像那天我分享强度课一样，在和跑团一起练之前，我自己跑强度的时候，也是跑不到这个绝对速度的。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够了。你们看我这那么就自己独来独往那样跑，我就可以跑到2小时44全程马拉松的成绩了。那我觉得真的够了，因为我现在就对我现在来说够不够，我都觉得够了。就多跑跑强度课表，但是也不能太多，受伤几率大，1周1次足够了。如果您是从来以前没有认真安排过这种课，那一开始可以3周2次。至于强度，我之前都大概说过，基本上就可以这样理解啊，快跑的阶段，如果说距离6到10公里比较合适，就是快跑的阶段。至于这快跑怎么弄，是1公里1公里的间歇呢，还是1分钟2分钟的这种快慢呢，都可以。另外一位小伙伴也说那上次我说强度课不宜太早，要开始跑步2年3年甚至，否则受伤风险大。但是我又说希望小伙伴们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们想尽办法跑快一点，是不是矛盾？这不矛盾，我们可能没表述清楚。我们在这儿折返，这是大阪马拉松大概30公里的折返的地方。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我说的强度课是指变速啊、间歇呀这种，就真的有绝对强度的课表，就是要全力以赴的。这种初学者或者刚开始跑步1、2年的小伙伴，谨慎。你不是说完全不能跑，但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真的大课去练。那样的话是会提升，还是会提升，而且提升会挺明显，但是受伤的风险会比较大。我所说的想办法跑快一点呢，是在每次像常规训练，一般初跑者常规训练5公里、8公里、10公里，对吧？最多了。大多数可能是5公里。你要这5公里的时候，你就想想我能不能再快点，在可持续的情况下，其实就是我说的这个行与不行之间，只不过可能偏向行多一些，就算是节奏跑，尽量把这个往上提就可以了。比方说一位小伙伴说，刚开始跑步半年，好像是说自己的心率上限太低了，跑到160多心率的时候就很难受，顶不住了。如果想极限就是跑到3分55的配速，如果我没记错是170多，就真不行了，只能坚持1公里，这就已经很棒了。最大心率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我个人感觉，您的极限最大心率可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，前提是它真的是测出来您生理的极限。因为我觉得最大心率和最大摄氧量一样，最终决定的天花板是生理的，就是您身体本身的，就是你的练只能让它的实际表现越来越接近这个最大值，您的最大值就是基因里带的这个最大值。就像对我来说，其实我测出来的最大心率是189，我也觉得差不多。而且很多次事实证明，大家可以翻
去年9月30号，我在长居公园那场半马比赛特别热，最后就是最后那几百米顶到了189，那个真的艰苦。绝大多数人，绝大多数时候，或者几乎所有时候是不会跑到最大心率的。像对我来说，就是我可以从几年前165的平均心率巡航一个半马，到现在可以做到177。我看我北京的那场，就是上次 PB 1小时17分11那次，我的平均心率好像是174，这次是177。因为大了3岁，你维持同样的强度的时候，呢，你的可能需要的，就你的整个身体输送能量的能力是随着年龄在下降的，所以心跳就会变快。这也差不多，我觉得年龄因素有，另外的因素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半马巡航配速提升。一共我们涨了3嘛，对吧？可能其中有一半是训练的结果，就是耐受力的，还有就是呼吸的节奏、跑动的节奏。节奏这个东西呢，一方面是能力，就是你游刃有余，肯定是要做的比勉强的人好的。它有能力的部分，也有技巧的部分。技巧其实没法教，就是靠长年累月的跑找这个感觉，就跟游泳一样。你们看新手游泳在水池里扑腾，对吧？高手游泳你老觉得哎呀好自如啊，一下一下的，看着动作很慢，前进的很快，就一个道理。跑步也一样，可能有一些小窍门，但是绝对没有秘诀。有小窍门和没小窍门，我估计也就差5%到10%的进步速度啊，我说的是。而且你有小窍门你也贯彻不了，因为你没有教练天天盯着您，所以别想太多。还有一个看不清楚啊，一个半马一个全马2场比赛中间差1周，半马在前，而且是初跑者，或者说不是太有经验的老手，想咨询我行不行？如果全马是目标赛事的话，半马用90%的力行不行？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您的全马是目标赛事，之前那场半马，按照您的描述，您使70%的力就好了，当个训练赛。因为对身体的感觉，随着跑步训练的年限增长，也是会更敏锐，你就自己能判断，您现在可能还不行，或者还不够。恢复能力也是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2023年北京马拉松，袁大都的马老师后来发视频分享，他在赛前那一周参加了北京长营的那个一个公园的半马，跑了1小时17分多，很棒的成绩。但是他的最好成绩好像可能能跑进115。这就像我现在，你让我去跑一个1小时21的半马，对我来说，我可能不会影响下周的全马。但是如果您让我跑一个1小时17的半马，那我下周的全马会影响。而且人家训练的能力和年限，我都不能比，就是个真实例子，您自己评估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并不是您的体力在这一周能不能恢复，而是说这一次半马的比赛会让您最后这一周的准备节奏失去节奏。你办完了，你要休息1天，然后可能会迎来一些疲劳，又是2天。等真正开始能够正常的时候，已经周4了，或者周3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建议您用6-7成的力，这场半马就当以赛代练。然后是晨跑还是夜跑，这个没有好坏。原来我可以说
晨跑会有比赛时间的优势。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大坡，因为比赛都是早晨，但是其实这次大阪不就是中午吗？不过还是绝大多数比赛是早晨。但是对新手来说，如果您刚接触跑步，您一定要找一个您能坚持得下来的时间。一开始坚持下来很重要，因为任何生活的改变，比如您加入了跑步，一开始都是痛苦的，您不会从中找到很多乐趣，坚持下来才能找到乐趣。如果在找到乐趣之前就停止了，那就停止了。我今天这坡有点跑不动。大阪是首马，自己测试34公里，好像是可以按照5分35的配速跑，但是28公里后明显掉速。您说的5分35是整体的平均配速，28公里掉速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点。一般破4的选手都是在28公里开始就不行了。我相信您靠毅力肯定可以，目标3小时55，我觉得可以的。大阪马拉松就这个坡，我现在跑过这370米，这个坡是32公里的时候会很艰难，然后之后是有一段逆风。看这个坡，就这大坡，从那边跑上来，要我这么慢跑上来都喘了。之后就是说，开始跑步这几年，发现生病的频率比原来高，比周围人高。我是这么判断的。生病这事儿我也分享过几次，前2天还在说，在生活里增加运动，您的免疫系统是受挑战的，因为您更多的能量会用来恢复和修复，免疫系统就会比您不运动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或者怎么样。像比方说，您如果每天早晨做完训练，然后通勤上班，公共交通可能是要比别人增加一些呼吸道疾病感染的风险，但是整体上来看，对身体肯定是好的，因为免疫系统也是在进步的。就像去年底我新冠，前年底，2022年底，我第7天就恢复晨跑了，就从停跑第1天，我有症状那天正好是休息日，所有症状开始第7天。虽然过程中还是挺难受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好的还挺快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不过您要是说真的陷入这个问题，您可以考虑降低一点训练强度，让身体慢慢去适应。因为有时候是这样，这就像我老说练体操或者练跳水，你不能一下就要求他去练那个上来就空翻什么的，他都是慢慢来。如果上来就练那，他也练不了啊。慢慢来，让他成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。看还有吗？最后一个，周末有半马比赛，预报有雨怎么办？有雨半马还好，别穿那种太吸水的鞋，用一次性雨衣，起跑之前脱掉。包括有小伙伴问那天大阪为什么那么多人穿一次性雨衣，那是为了保暖，一次性雨衣保暖特别好，因为风吹不透。赛前等候的时候保暖很重要，否则你肌肉就僵了。像2022年的北京马拉松只有6摄氏度，我身上贴了好多暖宝宝，开赛前才撕掉，要不然你肌肉就凉了。还有就是那天不是土路起跑，那个土路是集结点，是一个公共棒球场，在大阪城公园里，起点是在边上的公路上。那土路是不好跑的，如果您的比赛是土路，我建议您不要穿2代的 Vaporfly，2代的 Vaporfly
我之前说过几个问题，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后脚跟那块的包裹太宽松了，一是不跟脚，二是特容易进石头的，尤其是跑那种有土的路，或者是下雨天。对，还有下雨天也是，你如果甩到小腿上有泥，或者说树叶什么的，干了以后它往下掉，一掉就掉到鞋里，掉到鞋里你就得踩整个一场比赛。好吧，所有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，我绕一圈去大阪城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训练之后见啊！2月3号星期六清晨7点28，训练结束。虽然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虽然是比赛后的第6天，今天干了28公里，而且是不能说是渐加速，是阶梯加速。从14公里开始就加速了，慢慢一直加到从5分10一直加到4分20多，最快的1公里4分12，在大阪城的时候基本就是4分25，平均心率是136，最大心率149，还行，28公里，但是跑不了30公里，也能跑，就这么说。你说再凑2公里，凑个整数能凑吗？其实简简单单就凑了，但是不想有更多的消耗，因为可能最后这2公里你得可能用后天的4公里来换，今天就不了，因为感觉但腿部的肌肉还是疲劳。昨天下午做核心力量训练，有一个动作就是臀部着地，然后双手把上半身架起来，然后腿也起来成一个 V 字形，然后呢两条腿这样去跨一个泡沫轴的高度。我做50个一组，平常50个一组很轻松，但做到30多个的时候，腿就一点劲儿都没有，肌肉酸痛。可以哈，今天大家聊聊评论。对，还有小伙伴说高驰更新了一个跑姿测试，好像是测试版的固件。对，那个我测试过了，回头我会再测一次再跟大家说，因为还不能太多说，我还没有问高驰的小伙伴。挺有意思的，反正。不过就像他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，体测，高驰那体测，也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再下点功夫，把测试结果的那个画面做的唬人一点，就是你一看觉得哎呦高深莫测的感觉，是不是？现在还是稍微有点简单，那体测那个稍微还是有点简单。行吧，看这双鞋，今天穿的还是这个110X 3.0 Pro 这双鞋，我得2000，我估计2000多公里了，鞋底儿还可以哈，但是确实是感觉没劲儿了。行吧，那咱们就下午直播见了，好吗？明天就不更新了，明天上午轻松跑之后回北京，然后后天早晨再说一遍，后天早晨故宫。我大概可能7点来钟，差不多吧。到时候我再发动态，看周日晚上顺不顺利，看几点能睡。然后之后还有奥森也肯定会去，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都哪天开始放假，因为我去工作日去，不知道各位行不行。因为我这儿今天就最后一天了，昨天就最后一天了，我就已经进入了新年的模式，但是就是在线待命就好。奥森的话也不用各位劳烦各位逆着跑，我要是去奥森我逆着跑，各位顺着跑，好吗？这样不给大家添麻烦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回家吃早饭。